来吧，新玩具！今天我们来玩魔方新出的这一套简化版的2.0小比例擎天柱。盒子并不大，因为只有擎天柱啊，不带车厢这些。外边的峰会也画得相当的漂亮。纸品方面，说明书、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，配件也只有一把大枪了。单纯的一个车头加一个大枪，但是改良的地方在于，终于把车窗换成了透明件，蓝色的透明玻璃啊。但是前胸这一块是，侧面这里还是用的尼龙件上的蓝漆，而且这两个窗户明显感觉到色差很大呀。其实我觉得，反而这样做的话，看起来挺诡异的。而且替换手了，车厢的接口这些地方都不带了。打开车门看一下，如果能把上边车窗的这一片零件也换成透明件的话，那颜色就统一了。只不过太薄了呀，这个零件的轴边缘又细又薄，如果换成这种透明材质的话，肯定这个地方会很危险，尤其这个穿轴的地方，这么薄的壁厚。很容易打裂掉，可能这也是没有更换这一块侧面玻璃的主要原因吧。老玩具了，我们直接来开始变形吧。首先把后边的这一块双关节这里拉开，整体的翘起来，左右拆开这两个腿板的盖子，从楼梯下方拆开燕尾扣子，然后注意后裙甲这里的一个凹槽划开，把两条腿先解锁开，左右的卡扣拆开。车侧面的这一块，注意轮子下方这里的一个燕尾卡槽，把这里拆松掉，然后双关节往出拉，脚踝旋转180度，把脚后跟和脚尖打。接着车轮子这一侧转过来，一卷，两卷。把它卷起来，掏过去，然后拉平，把这个滑道往里伸，完全的藏好。接着腿板就盖下来吧，把小腿肚子包起来，注意把所有的燕尾扣子都顶到位，还有这里边的一个圆豆，推一下面板。小腿上的油箱放下来，两条腿全部变到位以后，后边的裙甲这里旋转个180度，贴平。车门先打开，窗户折下去，然后顺着这个地方拉开滑槽，后背这里的这一片盖板打开，和胳膊肩膀处这里连接的两个扣点。拉开旋转180，左右的背包打开，后方这里的这一片贴齐，往前扣，插在车顶上。接着车灯两侧往下旋转90度。接着进气格栅的地方，我们往里压一压，腾开空间，让这里有一个可操作的手指位置。开胸的时候也是用我这个方式，捏着左右的两个夹角，然后手指顶中间的这根棍子往起翘。这样扎胸会很方便，因为中间的这一根位置锁得很死啊，左右都有插扣，这样去操作的话，很方便的就打开了。然后拉开胳膊，注意避让烟囱的位置，把后边的背包盖子卸开，手臂就可以从这里边卸出来了。打开，然后注意后边根部这里连接的卡扣位置，立好，双关节，小拳头。旋转出来，然后这一块面板往里折叠，双关节回归，小臂上的板子插满。哎，烟囱的位置原来在这边，车型的时候，人行的时候往中间聚拢一下，扭一扭，调到正确的角度上，搞定。注意肩膀这个位置，来回折叠的时候，这里要完全的贴紧。双关节往前错一下，贴满它。打开前边的窗户，这一块面板掏起来，这里有一个滑道，往下缩，填平。后边的盖板缩起来，
胸腔现在已经完全的展开了，我们可以把这2片玻璃转一下，起到一个缩胸的效果。然后这一块能源保舱旋转180度，从这里再旋180度，贴合，滑道缩进去，胸口这里填平，盖上，中间左右的搭扣插合在一起。接着腰甲的部位，拧180度，这一块卷起来，车门完全藏到车灯的后方，卷过来，往上提。提上来以后，注意拉开腰部，下方这里有2个滑槽，这里一定要顶满，推上去。看后背这里整理一下。最主要的还是下方这里完全的顶满，你的胸才会对得很齐。然后双折叠放下来，搬到后背的背包，双关节把这根杆子折进去，然后上边这里稍微的搭一下，填到这窟窿里，扣住。整体变形的过程嘛，其实我们在之前的原色版里边已经介绍的很详细了。只不过这一回换完了透明车窗以后，确实这个胸口会更漂亮，直接就可以透过前胸看到里边的领导模块以及里边舱室的一些刻画。胸缝中间的夹缝处有很明显的刮漆，这个也是肯定避免不了的，因为毕竟边缘这地方里外翻转它太尖锐了，而且是因为整体一个透明的蓝色零件上边又上了一层红色的漆。你单纯的只上红漆的话，根本就挂不上去，它是发透的，所以你要上底漆。而这个边缘稍微一磨损，明显看到这里是偏白色的，这个应该是底漆磨出来了，所以不可避免的，这个边缘肯定会被磨损到。这也是当时在做原色版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把这个胸口做成透明零件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另外就是呢，想象一下，如果说是做一个尼龙的框子，嵌一个透明的零件进去，这边缘又太薄弱了。看它的壁厚这个地方不适合做内嵌式的透明零件，所以在透明件上上漆来做透明胸，这是只能是目前解决的唯一办法了吧。但最终完成呢，效果好看是好看，可稍微一磨损点的话，会特别的战损，所以这也是现在很尴尬的地方，只能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吧。那么得嘞，这一款魔方的简化版的透明胸小柱子就是这样了。